西元前100年7月12日，罗马城的朱利亚家族迎来了一个男孩。这个家族自称血脉源于女神维纳斯，听起来像是贵族的浮夸，但在那个神话与现实交缠的时代，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可笑的。男孩的父亲盖乌斯是一位中等层级的官员，地位不高不低，就像无数个在罗马政坛默默转动的齿轮。母亲奥蕾利亚却是另一回事，她出身名门，头脑清晰，据说是罗马城里最懂得教养孩子的女性之一。日后，凯撒回忆起自己的童年，从来都绕不开母亲的身影。凯撒的童年并不是在大理石宫殿里度过的。朱利亚家族虽然血统高贵，口袋却不算深。他们住在苏布拉，罗马最嘈杂、最混乱也最有活力的平民街区。这里有呼喊着兜售烤肉的小贩，有争吵不休的邻居，有夜间在小巷游荡的小混混，也有每天清晨把粪水往窗外倒的住户。那是货真价实的罗马日常。这段成长经历让凯撒从小就学会了一件贵族子弟通常学不到的事，那就是如何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，如何在混乱中找到秩序，以及如何用一张嘴化解一场可能演变成拳头的冲突。他的演说天赋某种程度上正是在苏布拉的街头练就的。凯撒10岁出头的时候，他的舅舅是罗马最有权势的男人盖乌斯·马略，7度出任执政官，率军击退了几乎让罗马灭亡的日耳曼入侵，被全城人民称为罗马的第3位建成者。试想一个10几岁的少年，每次去舅舅家做客，迎接他的是满墙挂着的战利品，以及来来往往的将军与元老，那种感官冲击大概就像是进了一座活的历史博物馆。马略是平民出身，靠着军功一路爬到顶端，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堂课，告诉凯撒，在罗马血统固然重要，但真正决定命运的是你能不能在对的时刻做出让人无法忽视的事。这个道理凯撒后来用一生去实践。西元前87年，凯撒大约13岁，家族为他争取到一个神职任命，朱比特神庙的祭司候选人。这个职位听起来很风光，但背后附带了一长串令人窒息的禁忌：不能骑马，不能看到死人或军队，不能碰铁制品，甚至连睡觉的时候腿都不能被绑着，仿佛整个人被神圣的规矩包裹得密不透风。要是凯撒真的接受了这个职位，历史可能就此拐了个弯，我们后来看到的那个纵横沙场的统帅，也许从来就不会出现。幸运的是，政局的突然变化让这个任命最终没有落实。凯撒逃过了一个注定会让他窒息的人生，他的故事才真正得以展开。西元前82年，独裁官苏拉掌握了整个罗马。他开列了一份公敌名单，名单上的人可以被任何公民就地格杀，财产充公，家人株连。凯撒的名字因为他与马略一派的关系，差一点也出现在那份名单上。苏拉下令凯撒休掉妻子科尼利亚，因为他出身马略的盟友家族，在政治清洗的年代，这不是建议，而是命令。但凯撒拒绝了。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选择对当时罗马最危险的人说不。据说苏拉在得知此事后说了一句话：在这个男孩身上，我看到了许多个马略。这句话既是威胁，也是某种意义上最高规格的赞美。苏拉最终放了凯撒一马，但那段逃亡与躲藏的日子让凯撒很早就明白了，有时候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种勇气。西元前75年，大约25岁的凯撒在前往希腊留学的途中，
被爱琴海的海盗劫持，关押在一座小岛上，等待巨额赎金。海盗开出20塔兰特的赎金，换了任何人，大概都会庆幸对方没有直接杀掉自己。但凯撒听完这个数字之后，觉得受到了侮辱。他告诉海盗，他值50塔兰特，然后就像个主人一样，在岛上等待那几个星期，指挥海盗的日常作息，要他们保持安静，强迫他们听自己朗读诗歌和演讲稿，并且当住所有人的面宣布，赎金一到，他就回来把他们全部钉上十字架。海盗们听到这话，半信半疑地大笑了，以为这不过是个落难贵公子的虚张声势。赎金到了，凯撒被放走。几个星期后，他带着船只回来了，把那些海盗悉数逮捕，然后真的把他们全部钉上了十字架。从海盗岛回来之后，凯撒的名字开始在罗马流传，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功绩，而是因为那个故事实在太奇特，太具有凯撒风格了，连当时的人都忍不住传颂。年轻的凯撒开始步上政治的正规轨道，担任财务官、市政官，一路往上爬，但每一步他都花了远比对手更多的钱。他举办的角斗士比赛豪奢到让罗马市民目瞪口呆，有一次光是角斗士就出动了320队，那是罗马人从来没见过的规模。他负债累累，却让每个罗马平民都记住了他的名字。这不是挥霍，这是一种精准的政治投资，他在用钱买的是整个城市的记忆与爱戴，而这两样东西在罗马的民主政治里比黄金还值钱。30岁出头的凯撒站在一个重要的路口，他已经让整个罗马记住了他的名字，欠了一屁股的债，结交了无数的朋友，也树立了不少的敌人。此刻的他还不是那个即将让共和国颤抖的人，但所有的材料都已经备齐，命运只等着点火。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，说凯撒某次途经西班牙，看到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，突然落泪，因为亚历山大在他这个年纪早已征服了大半个世界，而他凯撒还什么都没有。下一集我们将跟着凯撒走进高卢，看他如何把那份渴望变成改写世界地图的现实。如果喜欢这个频道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按下小铃铛，你的支持是娜美继续说故事的动力。谢谢观赏，我们下次见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内容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有新的影片才可以第一时间分享给你。你的支持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，我们期待下次见。